青姐，对方律师刚刚联系我们，想谈和解，你真是神了。当然，意料之。这是哪儿？我死了吗？小美人儿，叫啊，怎么不叫了？别忘了，婚书上都写着你是小爷我的人。今晚这洞房花烛，小爷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你这个小丫头。作孽呀！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抢人，吵什么吵？一群穷鬼也配管小爷的闲事？昏官收了黑钱，把好人往死里逼！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信不信小爷我明天就让你家破人亡，把你婆娘闺女抓来给我当通房？原主许清，金官之女，就在刚才，她架不住方师爷的胁迫，将这强抢民女案判成了悔婚案，却受不住内心的谴责，当场昏死过去。畜生！放开我女儿！放开她！吵死了，去让他闭嘴！老东西，再叫唤，小爷现在就废了你！站住！站住！魂官当道，朗朗乾坤，无处说理。我苏海生今日就身躯撞击公堂，化作厉鬼，也绝不放过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大人，怎么不疼？刚才的判决是本官瞎了眼，此案重审。重审？徐大人，你没撞坏脑子吧？白纸黑字的判决，你想自己打自己的脸？大人，三思啊！朝廷法度岂同儿戏？判决以下断无更改之理，否则官府威信何在？官府的威信在于让百姓信服，而不是让恶人信服。公堂之上，有人含冤欲死，有人强抢民女，此案若不重审，天理何在？方多宝，本官问你，你说苏老汉收了你的聘礼，签了婚书，婚书何在？聘礼何在？哼，聘礼50两白银，婚书在此，白纸黑字，由不得他抵赖。来人，在。立刻带人去苏老汉家搜。50两白银不是小数目，就算埋在地里，也给本官掘地3尺挖出来。苏姑娘，你可识字？你呢？小老儿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好，一个不识字的老汉，一个不识字的姑娘，你们却说他与你签下了一份满是文字的婚书。你说这纸印是苏老汉自愿按下的？当然，一手交钱一手画押。本官问你，婚书是何时何地签下的？3日前，就在他家里。3日前，你在何处？小老儿3日前在城东的李家大院帮工砍柴，从早到晚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大人，属下已将苏老汉家彻底搜查，家中除几件破旧家具和一小袋粗粮外，别无长物，连一枚铜板都未曾发现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找不到，那老东西定是藏起来了。至于人证，找几个穷哈哈来作证，谁信？许大人，你不会天真到以为几个泥腿子的话比我方某人的分量还重吧？各位请看，这是自愿按下的手印，指纹清晰，边缘圆润。再看这个，印泥深浅不一，边缘更有明显的拖拽擦痕，这是强行按下的手印。强词夺理！一个乡下老汉干了一辈子粗活，手脚笨拙，按个手印歪歪扭扭，有何奇怪？大人，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看看证据。王朝，持稳婚书，不可晃动。诸位乡亲，合法契约必是先写正文，确认无误后再签字画押，因此黑字在下，印泥在上。若此婚书是伪造，顺序便会相反，先按手印，再在印上写字。如此印泥在下，墨迹在上，水珠一落，先化开的必是表层墨迹。方多宝，你们拿了一张空白的纸，强行按下了苏老汉的手印，然后再找人，在这张已经有了指印的白纸上，伪造了这一份所谓的婚书。
证据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天哪，原来是这样！我就说苏老汉老老实实的，怎么会卖女儿？这钱家也太歹毒了！你这是妖法？你使了什么妖法？叔父救我！你快跟大人说，这不是真的！快啊！多宝，事已至此，证据确凿，你还狡辩什么？听叔父一句劝，老老实实认罪，大人或许还能念你初犯，从轻发落。你若是再抵赖下去，惊动了州府，到时候伪造文书、构陷良民的罪名坐实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好一个县令，没错，就是我做的，又怎么样？我看上他女儿，那是他们苏家祖坟冒青烟。本少爷给脸不要脸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方多宝在清河县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姓许的，你别得意，你不过是个京城来的破落户。今天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爹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清溪县待不下去。你判啊，我看你敢不敢判。所以你是认罪了？认罪又如何？你敢动我吗？一，你伪造文书，构陷良民；二，你强抢民女，目无国法；三，你咆哮公堂，公然威胁朝廷命官。方多宝，你以为清溪县是你钱家的天下吗？你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把王法踩在脚下吗？本宫宣判，苏家妇女蒙冤受屈，无罪释放，县衙误判，赔偿白银10两，作为汤药补偿。方多宝仗势欺人，强抢民女，伪造文书，罪大恶极，杖责50，罚银500两，冲入县库。其家丁爪牙、助纣为虐，各杖40，由钱家自行赎买。至于你，身为县衙师爷，险酿惊天命案，罚俸禄1年。你敢？你动我一下试试！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！来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官打！啊！青天大老乃，大人英明！这算什么？许县令，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不满意。谁？大人，有人击鼓鸣冤，看样子是城东的百姓。升堂。堂下何人？为何击鼓？青天大老乃做主，小人孙大牛状告龙泰米行掌柜钱有才，他欺行霸市，以次充好，卖给小人的高价米里掺了足足1半的黄沙呀！哼！大人，草民钱有才，这孙老汉纯属诬告。龙泰米行在清河县开了10几年，向来童叟无欺。他自己贪便宜买的最下等的陈米，拿回家不小心撒在了土里，反倒来讹诈草民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大人明鉴，这是昨日刚买的，小人连袋口都没扎紧就发现不对了，根本没往地上撒。本县最近的米价如何？回大人，大旱数月，颗粒无收，如今市面上的米价已涨至斗米300文。斗米300文，在古代绝对是天价，这是发灾难财啊！钱掌柜，这口袋里的米确实是出自你行吗？麻袋是龙泰的，但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草民就不知道了。谁知道他是不是中途掉了包？孙大牛，你买这斗米花了多少钱？回大人，300文，这是小人卖了家里的薄地，换来给生病的老伴儿熬粥吊命的呀。钱掌柜说是孙大牛自己撒在土里弄脏的。王朝，去取2个木盆来，装满清水，再拿一个细筛子。
这个女县令要做什么？往日里遇到这种纠纷，只要塞点银两，前任智幸都是各打50大刀了事。她这是做什么？把里面的米倒进盆里。如果是撒在地上沾染的泥土，遇水便会化作泥浆，水会变得浑浊不堪。若是沾杂的山石，用筛子把上面的米捞出来，再看看底下。大人，这肯定是底下的伙计干活不仔细，装袋的时候没筛干净。草民回去一定重罚他们。伙计不仔细，这沙粒大小与米粒相近，分明是为了骗过肉眼。且这半斗米中，沙子占了近30%，骨壳占了1%，这就是你说的没筛干净。孙大牛花300文买1斗米，你却给了他6升沙土。钱掌柜，龙泰米行这买卖做的可真是精明。大人，凡事讲究证据，这盆里的沙子只能证明米里有沙，你怎么证明这沙是我掺的？也许是他孙大毛自己往里倒的。你说的对，凡事讲究证据。这米是昨天买的，对吧？是。你昨天买米时，龙泰米行是用什么给你称量的？是米行柜台上的木斗。县衙的粮仓里应该有官府核发的标准官斗吧？有。取来。把这些东西重新装回孙大牛的口袋里，沥干水肚，然后倒进这官斗里。钱掌柜，这就是你卖出的1斗米，哪怕算上你掺进去的沙子和骨壳，依然不足1斗，缺斤短两，且克扣近20%。按照大晋律例，商贾市路用大秤小斗欺瞒百姓者，杖20，罚银10倍，查封店铺。钱掌柜，你怎么说？查封店铺怎么行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大人，草民认罚，草民愿意10倍赔偿孙大牛。龙泰米行掌柜钱有才以次充好，短斤少两，证据确凿。本县判你赔偿孙大牛白银3两，当场兑现，另罚银50两，充入县衙库房。念你初犯，且灾荒之年，市面不可无米行，暂不封铺，打20大板以儆效尤。退堂。卷宗记录了去年的收成和入库情况。清平县虽然贫瘠，但去年并未有大灾。卷宗上写着秋粮入库1万担，但在另一本发放赈灾粮的记录中，却显示仓中无粮，需要向上面申请白银3000两来平抑粮价。那这粮库里的粮食去哪儿了？龙泰米行的米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大人辛苦了。今日堂上，大人明察秋毫，实乃清河县百姓之福。师爷在清河县待了多少年？回大人，就请5年有余。5年？这5年来，清平县的粮价一直都这么高吗？今年大旱，粮价自然高些。那去年的秋粮呢？1万担粮食足够全县百姓吃上小半年。如今灾荒刚起3个月，官仓怎么就空了？
前任县令在时，曾有几批粮食调往邻县支援，加上日常损耗，损耗掉1万担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人，城西破庙发现一具男尸，死者身份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是龙泰米行的运粮管事刘彪。上午刚重罚了龙泰米行，下午米行的管事就死了，这不是巧合。备马，去现场。大人您看，这是黑风寨的腰牌。黑风寨在城外50里的山上，穷凶极恶，看来这刘彪是遇到了山匪，被劫财害命了。他腰间的钱袋不见了。劫财？如果是山匪劫财，遇到如此强壮的汉子，通常会从背后偷袭或者乱刀砍死，但这一刀精准，伤口平滑，没有撕裂的痕迹，说明凶器的刀刃非常锋利，且凶手出刀极快，刀口自下向上倾斜。刘彪身高至少8尺，凶手如果站着面对面刺入，身高必须比他还要高出许多。但这附近没有凌乱的打斗脚印。刘彪死的时候不是站着的，他是坐在神台边缘，或者毫无防备地站着。凶手突然拔刀从下往上刺入。一个常年走镖运粮的管事，会在荒郊野岭的破庙里毫无防备地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山匪吗？大人的意思是，熟人作案。可是大人，这黑风寨的腰牌欲盖弥彰，把显眼的证据留在现场，是我见过最拙劣的栽赃手法。一切都串联起来了，有人把县衙粮仓里的储备粮偷偷运给了米行。熟人作案，嫁祸山匪。看来这位刘管事知道的秘密。大人英明，下官这就派人去米行和刘彪家中查探，定将那凶手揪出来。不必了。师爷博闻玄学，可认得这上面的印记？看似是某种库印，但过于残破，难以辨认。是吗？本官倒觉得这很像县衙官仓的入库印。刘彪一个米行管事，手里却有官仓的文书，死前还紧紧攥着。师爷，你说这背后是什么道理？大人，下官愚钝，或许是刘彪监守自盗，与仓管勾结。不，你说错了。不是刘彪监守自盗，而是有人将官仓的粮食变成了米行的白银。刘彪是执行者，也是知情者。当本官查到米行时，他就成了必须被灭口的器物。而那个能同时调动官仓和米行，还能在县衙杀人后从容伪造现场嫁祸山匪的人，整个清溪县，除了我，方师爷，只有你能动官仓了。大人，没有证据，血口喷人，可是诽谤朝廷命官。证据，刘彪的死就是证据，立刻封锁县衙，捉拿仓管王四和米行掌柜钱有富，他们一定是同党。另外，彻查师爷在城中的几处产业，定能找到转移粮食的账本。是。多管闲事的女人，给我去死！
许清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你斗不过我们的。来人，堵上他的嘴，打入死牢，3日后公审问斩。方师爷陈昭，带人证。方文远，本官问你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下官在清溪县5年，辅佐3任县令，一向兢兢业业，不知罪从何来。好，那本官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回大人，粮食都被方师爷运出去了。你血口喷人！许清，你这是屈打成招，找人作伪证。钱有才，龙泰米行高价售卖的米，又是从何而来？是方师爷让刘彪联系草民，说有一批官府陈粮可以低价处理，草民一时利欲熏心，就从他那里收了粮。草民有罪，但草民也是被他蒙蔽的呀，大人。人证之言，你可认？一派胡言！他们是怕被你问罪，才联合起来诬进于我。好，既然你说人证不足为信，那我们便看物证。这是从你城东的别院搜出来的账本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每一批粮食出仓的时间、卖给龙泰米行的价格，以及你个人入账的金额，数字与钱有才米行的账目分毫不差。你一个县城的师爷，俸禄微薄，却在清溪县拥有3处别院，良田100亩，这些你又作何解释？那是我祖上家产。是吗？那这第2条罪，你又待如何？米行冠士刘彪因知晓你倒卖官粮的秘密，被你灭口。你杀人之后，伪造成山匪劫杀的现场，以为天衣无缝，却不知刘彪死前拼死攥住了你伪造的出库文书一角。这上面的官仓印记，就是你无法磨灭的铁证。原来粮价飞涨都是这个狗官搞的鬼！不是我，刘彪是黑风寨杀的，与我无关。到了此刻，还敢狡辩？你的前2条罪或许还可以寻找借口，但这第3条罪，乃是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王朝、马亨当堂作证。3日前夜，方文远在我书房之内拔刀相向，意图行刺本官。是。我2人亲眼所见，方师爷手持匕首行刺大人，人赃并获。方文远，你身为朝廷幕僚，监守自盗，倒卖官粮，此为1罪；为掩盖罪行，杀人灭口，草菅人命，此为2罪；更甚者，目无法纪，行刺朝廷命官，罪在不赦，此为3罪。3罪并罚，国法难容。本宫宣判，罪封方文远，数罪并罚，于今日法场斩立决。斩！刀下留人！京城总督府金牌在此，方文远系总督府要案的关键人证，奉总督大人之命，即刻押解回京。想必这位就是新上任的许县令了，在下总督府护卫统领林威。林统领，好大的阵仗！本官正在依大禁律例处决重犯，不知总督府为何要横加干涉？许大人言重了，方文远并非重犯，而是总督大人亲自关注的一桩大案的重要人证。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将人证带回而已。人证？他倒卖官粮，杀人灭口，行刺本官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这样的人，
在林统领口中竟是一个人证。徐大人，地方的案子再大也是地方，总督府的案子牵扯的是国之大计，孰轻孰重，相信大人心中有处。方文远知道的一些事儿，对总督大人很重要。他知道的事，无非是官商勾结、侵吞国有资产。这些事，本官同样可以审问清楚，将所有罪犯一网打尽，何须总督府设禁求援？徐大人，你很聪明，也很勇敢，和你父亲当年在督察生做御史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只可惜，太聪明、太勇敢的人，在这世上往往活不长久。父亲，原主的记忆里，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京城小官，可督察院御史那是足以弹劾百官的职位，绝非小官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有些事儿不是你区区一个县令能管的。安安分分的当你的县令，审一审偷鸡摸狗的小案子，平安的熬过任期，不好吗？何必非要把自己卷进这潭浑水里，惹得一身腥，甚至丢了性命？本官只是在履行县令的职责。哼，职责？你的职责就是活下去。许大人，青津县是个穷山恶水之地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出意外，比如坠马，比如染上恶疾，又比如遇到真正的山匪。你好自为之。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派人去追？追？为何要追？一条会咬人的狗被主人牵走了，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追这条狗，而是要加固自己的院墙，储备打狗的棍子。回衙。王朝，你带人将龙泰米行查封，所有米行的伙计账房全部带回衙门审问。记住，我要的是所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，大人。马浩，你带另一队人，拿着我的令牌和钱有富的画押供状，去城中将钱有富名下所有关联的铺子、宅子全部贴上封条，所有资产一律冻结，任何人不得转移。遵命。等等，龙泰米行是县里最大的米行，突然查封必定会引起城中恐慌。你们带人去的时候，要一边查封一边安抚百姓，就说县衙正在清查黑心商，不日将开仓平抑米价，让大家不要惊慌，更不要哄抢。是，大人想得周全。方师爷的背后是总督府，他们倒卖官粮，绝不仅仅是为了钱，这背后一定有一张更大的网。我现在扯不动这张网，但至少可以先剪掉他们安插在清溪县的爪牙，把他们吸走的血先还给百姓。钱有才能在大旱之年囤积居奇，他的仓库里一定藏着清河县的命脉。王朝，立刻清点所有粮食，登记造教，另派人去城中各处设立粥棚。从明日起，向全县所有登记在册的贫户施粥，1日2餐，直到秋收。是，大人。这是什么？回大人，是前些日子从南边来的商队那儿换的，本想磨碎了掺在马料里，但这东西又硬又不好吃，马都不爱吃，掌柜的就让扔在这儿了。高粱，还有红薯，这不就是为清平县量身定做的救命粮吗？这些东西还有多少？就这几袋了。马汉，马上派人去追那支南来的商队，不惜一切代价问出这些高粱和地瓜的来源，能买到种子最好。公子，我们来清水县是为追查官粮被盗流向总督府的线索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更不宜与地方官府有所牵扯。阿伟，你看他，方师爷是总督府的棋子，刚被保走，他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立刻查封了方师爷的钱袋子。现在他还从一堆废料里找到了真正的生机，有趣，实在有趣。一个县令再有能耐，也只是螳臂当车。总督府要碾死他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那可未必，我倒觉得他不像蚂蚁，更像一根楔子。或许
能帮我们把这条大船撬开一道缝。公子，这成何体统？堂堂朝廷命官，竟当街做起了厨娘！闭嘴！乡亲们，这红薯不仅好吃，更好种。我们现在虽然只有这几袋，但根本无需担心，因为它的藤就是它的种，藤就是种啊！闻所未闻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我知道大家不信，但这红薯就是如此神奇。我们只需将它埋入土中，育出藤蔓，再将藤蔓剪成一段一段，插入土里，每一段都能活，都能长出新的红薯。一根藤能变10根藤，不出3月，我们就能拥有足够全县人种植的红薯苗。每家出1人，明日卯时到县衙门口集合，本官亲自教你们种植之法。去，就说有游学士子，感佩大人仁德，愿入衙效力，为大人分忧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我们只是路过，您的身份……我的身份现在就是一个名叫云哲的读书人。我相信跟着他，比我们自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能更快找到想要的答案。去吧。大人，外面有2位自称是游学学子的人求见，为首的名叫云哲，说仰慕大人想在县衙求个差事。让他们进来。眼前这人绝非普通世子，这主仆2人气度不凡。2位请坐。听闻先生想在县衙谋职。正是，在下云哲，这几日亲眼目睹大人整顿吏治，查抄奸商，为民寻良，心中万分敬佩。尤其今日大人所言之红薯种植之法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足见大人胸中秋祸，非我等凡夫俗子有能及。如今青天县百废待兴，大人身边正是用人之际，在下不才，读过几年书，也略通算学与律法。若大人不弃，愿留在县衙，为大人处理文书，分担庶务，只求能为这番开天辟地般的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先生过谦了，若只是处理文书，岂非大材小用？本县的方师爷刚刚高升离职，县衙正缺一个能统筹全局、辅佐县令的主事，不知云先生是否愿意屈就？下官云哲拜见县令。大人这几日盯着育苗田，连卷宗都顾不上了，倒是把红薯藤的长势记了厚厚一本。这红薯是清平县的救命根，多记1分，百姓们秋收时就多1分保障。倒是你，贫户档案和施州的名册都核对完了？早核对完了，查抄龙泰米行的账目，全县的贫务登记，还有施州的物资调涨，都按类别分好了，您随时能看。看这长势，再过几日就能移栽到城外的试验田了。得盯着。云哲，你这1个月帮了大忙，不然我早被这些庶务缠得分身乏术了。大人言重了，识君之路，分君之忧是应该的。倒是大人连日熬夜画图，也该歇歇了。育苗田的事儿有衙役盯着，不必事事亲力亲为。大人，外面有一个从京城来的人求见，他说他是您父亲的故交，有要信给您。父亲的故交，让他进来。老奴福伯见过许大人，老奴是奉我家主人督察院左迁都事温正明温大人之命，特来送信。督察院左迁都御史，这可是正4品的官。贤侄女，你在公堂上智斗奸商，硬抗总督府，胆识气魄不输你父亲当年，我听后彻夜难眠，既为你骄傲，又替你忧医。总督府在冀州根深蒂固，方文远被救走，定会寻机报复。你身处险境，务必多加小心，莫再硬拼，懂得迂回自保。我以为清溪灾情在朝廷发生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大多还得靠你自己。实在走投无路，可持我信物去州府找一位州通判，他或许能帮你一把。看来林威没有骗我，原主的父亲确实曾是督察院的御史。福伯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
请代我转告温大人，他的教诲许卿铭记在心。清溪县虽苦，但民心可用，我必当竭尽所能，不负他所望。各位师傅，请看，此物我称之为曲圆梨，它与我们现在用的直圆梨不同，梨腰是弯曲的，可以更灵活地调整更深，且转弯方便，更加省力。我需要你们将它分毫不差地做出来。花里胡哨，梨就是梨，还能玩出什么花样？植了几年，也没见地里不长庄稼。此物名为统车。我们清溪县守着一条大河，却苦于干旱，皆因无法将水引上高处的田地。此物便是为此而造。将它架在河边，利用水流冲击，带动轮盘转动，这些竹筒便能自动将河水舀起，再倒入高处的渡槽，引水灌溉。有了它，旱地就能变水田。女娃娃，你这是从哪本神怪小说里看来的点子？水往低处流，这是天理。让水自己跑上岸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博览古籍，却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造物。这闻所未闻的字眼，听来陌生，却藏着天地至理。信与不信，一试便知。我以县令的身份担保，所有耗费的木料铁料，皆由县衙支出。若事成，各位师傅人人有赏；若不成，我自会向全县百姓谢罪。你们敢不敢随我赌这一把？许清，娃娃都这么说了，咱们试试。天哪，真的这么省力？哇，看那犁出来的沟又深又匀，哇，真是又匀，真是傻孩子手啊！水来了！公子，公子，这简直是神迹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儿臣以为，许清之才非寻常可比。屈原离能封万顷之田，统车可救千千里之旱。如此大才，若埋没于偏远穷苦之地，实乃大征之罕，天下之失。今冀州腐败横行，百姓困苦，许清如黑夜明珠，为万民开出一条活路。儿臣恳请父皇爱惜重用此人，他不仅是能臣，更是关乎国运的祥瑞。
10斤了！快看我这边的，更大！大人，云师爷出树了，出树了！刚才铁老爹那块试验田1亩地刨出来的红薯，足足有23担。23担，寻常丰年，上好的水田1亩地产出的小麦也不过3、4担，而这红薯，在贫瘠的旱地上，产量竟是其数倍之多。传令下去，各村按户清点人口，登记造册。除了留足各家过冬的口粮和明年的种薯，其余的红薯由县阳统一收购，一部分入库作为储备粮，另一部分则用来制作薯干酿酒，为县里增加财政收入。如此一来，既能保证百姓有粮，又能盘活经济。下官会立刻草拟章程，确保收购公平，制作有序。太好了，生存危机暂时解除。原主的记忆里，父亲许怀是在3年前因突发恶疾病逝于任上。当时朝廷的结论是积劳成疾，并未引起任何波澜。原主被父亲安排到他曾经管辖的地方，但是没想到这地方已经不是从前他管辖的地方了。原主的性格又不适合当官，这才有了我的穿越。现在看来，一个敢在朝堂上面斥权奸的铁骨御史，怎么会那么轻易的积劳成疾？伯父有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来清溪见后，我才知父亲并非寻常小官，可他的死实在蹊跷。他身体一向硬朗，怎会突然疾病去世？求伯父告诉我父亲去世的真相，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。王朝，你亲自挑选一个最机灵、最可靠的弟兄，让他带上这封信，即刻启程，连夜赶赴京城，务必亲手交到督察院温正明大人府中。此事万万不可让第3人知晓。是。大人放心，属下明白。孩子，你父亲是被人害死的。当年他抓住高坤把柄，暗中与外族私贩铁器、粮食。你父亲秉性刚直，坚持彻查。可高坤在京势力太大，先下了毒手，用南疆慢性毒药掺入饮食，等你父亲察觉，毒已入骨，救不回来了。他死后，高坤一伙上下打点，谎称劳累过度，突发重病。后来高坤凭所谓边防功劳，一路升至冀州总督，权倾一方。此人野心大，手段狠，还惯于抢功。他一旦听说清平县的事，绝不会放过你。记住，别正面硬拼，多动脑子。只有活下去，才有报仇翻案的希望。高坤，冀州总督，我记住了。原主的血债，清河县的未来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许县令，总督大人军令，你可知罪？
不知下官所犯何罪？所犯何罪？你治下清溪县发现红薯此等神物，亩产数十担，却知情不报，意图私藏，此乃欺瞒之罪。刘长史此言差矣。下官发现神物，第一时间便已循吏部途径上报朝廷。京城温大人亦可为我作证，何来知情不报一说？伶牙俐齿！不管你报与没报，眼下北境战事吃紧，军粮告急。总督大人心系国事，下令将清溪县所有红薯收成全部征为军粮，即刻押往边关。这是总督大人的手令，你接还是不接？刘长史，并非下官不遵总督军令，只是我清溪县百姓刚刚从大旱中缓过一口气，全指着这些粮食过冬。若是全部征走，这个冬天恐怕要饿死人的呀！哼，饿死几个刁民，与边关军国大事相比，孰轻孰重，许县令不会分不清楚吧？总督大人说了，为表彰你发现神物之功，这些粮食总督府会以每丈50文的高价收购，你们不但没亏，还占了天大的便宜。凭什么？说句话，还没平反过年似的，这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，50文大发叫花子呢！我们不卖，我们不卖！怎么？你们想反不成？再敢喧哗者，以通敌叛国论处，格杀勿论！刘长史息怒，百姓无知，还请您海涵。总督之令，下官不敢不从。只是粮草分散在各村各户，清点搬运需些时日。您和将士们远来辛苦，不妨先到驿馆歇息。我即刻安排人手统计，最迟3日定将粮食清点完毕，造册交接。3日也好，本官就给你3日时间。3日之后，若少了1斤1两，休怪本官的刀不认人。我们走，去驿馆。大人，您怎么就答应他了？这粮食要是被他们拉走，我们清平县就全完了呀！我不答应他，他今天就会直接动手抢。你觉得，凭我们县衙这几十号人，得住他那100多号如狼似虎的欠兵吗？我答应他是为了拖延时间，我们有3天，3天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州府的周通判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提前写了封信给周通判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等，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王朝，你立刻去将所有衙役民壮全部组织起来，守住各个粮仓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第二，秘密将城中所有铁匠铺的铁器、库存的木炭全部集中到城西的废弃窑帐，越多越好。大人，要铁器和木炭做什么？如果周通判不来，或者来了也无用，那我们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保卫我们的粮食了。大人放心，我们必与大人与青石县共存亡。许清，本官的耐心用完了，开仓或者死，选一个。刘长史，我青岩县没有一粒粮食是多余的，要粮没有，要命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嘿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踏平粮仓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
铁骑里。废物，下马布阵，给我从2翼包抄进去。大人，他们人多，我们挡不住2翼。放箭！举盾！就是现在，撞开城门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退兵！你疯了！你敢烧粮，这是通天的大罪！我烧的是我青阳县的粮，总督大人要的军粮不是还没到手吗？要是这粮没了，你刘成就是此次征粮失利导致军粮无救涮的罪魁祸首，到时候你怎么向总督大人交代？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。青丝县的收成情况我已经向京城温大人禀明，如果粮食没了，你要总督怎么向朝廷交代？都住手！冀州府没有下达征粮令，任何人无权在青蛇县运走粮食。周毅，你想造反吗？本官已上报朝廷，总督府私下强征粮食不合规矩，你现在必须退兵。圣旨到！禁军办案，所有人放下武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青岩县令许清聪慧敏达，心系万民，在大旱之年找到了红薯这种高产植物，又造出曲园梨，统车帮助耕种，让全县百姓不再挨饿，功劳惠及国家与后世，朕十分欣慰。特此晋升许清为正五品奉正大夫，担任司农司少卿，立刻进京，专门负责红薯等作物的培育与推广。青衣县收获的红薯由户部统一安排，4成留给当地百姓，3成运到京城做种子，剩下的充作北方边境的军粮，由司农司和兵部交接办理。任何人不许私自抢夺占用。令冀州总督高坤治下不明，纵容属下侵扰地方，致使民怨沸腾，险酿大祸，着即刻停职反省，听候督察院与3法司会审，其党羽爪牙一并严查，绝不姑息。钦此。
臣许清领旨谢恩。徐大人，快快请起。老夫张骞，新任督察院左都御史，是你父亲曾经的同僚。你的事，温大人在朝堂上可不少搜心。圣上能如此果决，除了温大人力保，更有一份密报，详述了青天县所发生的所有事。圣上龙颜大悦，这才有了今日之举。你很好，没让你父亲失望，很好。来人！此人假借军令，强抢民粮，意图不轨，给本官拿下！打入囚车，押解回京，听候发落。找不到，高坤和他背后那张网太严密了，所有的文书账目都做得天衣无缝。我们在这里耗上1年，也找不到一处能让他掉脑袋的破绽。我这边也一样，所有与高坤有关的官员肉免、弹劾记录都干净的过分，他就像一条滑不溜手的泥鳅，在官场这滩泥水里不留下一丝痕迹。要是没有铁证，三法司的会审也不能定他的罪。现在他还在牢里，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。如果他出来，想找他的把柄就更难了。既然找不到，我们就设法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。明日早朝我会上奏，以后由朝廷统一编发带有防伪案纪的新账册，旧账于1月之内全部封存上缴，由朝廷派专员逐一核查，这样他们就会销毁之前的账本。云哲，你就负责在他们乱作一团时，带人去瓮中捉鳖。好，你只管放火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快，再快点儿！天亮之前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成灰，一点痕迹全部都不能留下。不许动！官府办案。陈大人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太子殿下，你来晚了一步。不要！你们赢不了总督大人的。阿卫，把这个空箱子搬起来。公子，这空铁箱重的不对劲。是高坤的亲笔手令，还有他与北境守将私调军粮的往来密信，
上面盖着冀州总督的私印。这是朝中社会官员的名册，每一笔赃款的去向后面都有收款人的亲笔画押。看来陈瑞把核心机密藏在箱底的夹层里，想转移出城。烧完这些东西，看来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，还真是。冀州总督高坤，结党营私，贪墨军饷，倒卖军械，走私国粮，罪证确凿，天地不容。奉陛下旨意，判处斩立决，抄没所有家产，3族之内永不续用。其党与大理寺丞陈瑞、户部侍郎王启等18人，依罪行轻重，或斩或留，一并严惩。许清，你此番为国除此巨奸，又为万民寻得红薯神物，功在社稷。朕问你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、爵位，任你开口。为陛下分忧，为万民谋生，是臣之本分。臣不求金银爵位，只求能让红薯取源离，早日遍布大晋的每一寸土地。好，有此心胸，何愁天下不定？朕允了。朕今日便设立一新职，封你为天下农巡使，官居2品，持朕之经令，巡行天下，专司督办各地红薯高粱的种植，推广新式农具。凡3品以下地方官吏，但有阳奉阴违、阻碍农业者，你可先斩后奏。臣领旨谢恩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随许大人一同离京巡视。你去干什么？出去历练。太子一直留在京中，确实该去看看民间疾苦。朕准了。你此番外出，隐去太子身份，一路上听凭许巡使安排。儿臣遵旨。我们第一站去哪里？去冀州。